各位亲爱的同学，这一讲我们介绍氨基酸降解产物的去向。在前面的课程中，我们知道氨基酸分解之后形成游离的氨和阿尔法酮酸，其中游离的氨的过量累积对于生物体是有毒害作用的，因此晶体需要将二者进一步转化分解。我们将从氨的代谢转变、阿尔法酮酸的代谢转变两个方面说明氨基酸分解产物的去向。首先，氨的代谢转变，在动植物体内，氨的代谢转变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：第一，重新合成氨基酸，满足生命活动的需要；第二，生成谷氨酰胺和天冬酰胺，用于氨的储藏和转运；第三，生成氨盐，可以调节某些含有大量有机酸的植物组织中的 pH 值；第四，生成尿素。由氨合成尿素是通过鸟氨酸循环进行的，在哺乳动物体内，这个过程发生在肝脏中。某些植物也能合成尿素。每经过一次鸟氨酸循环，需要消耗2个氨基，其中一个来自游离氨，另一个来自天冬氨酸的氨基和1分子的二氧化碳，并生成1分子的尿素。这是反应的总体历程。下面我们介绍鸟氨酸循环的反应历程。在线粒体中，脱氨基产生的游离的氨与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与2分子的 ATP 首先被合成为氨甲酰磷酸，氨甲酰磷酸与鸟氨酸合成为瓜氨酸，瓜氨酸在线粒体外与天冬氨酸 ATP 合成精氨琥珀酸，再分解为盐胡索酸和精氨酸，最终精氨酸裂解为鸟氨酸和1分子尿素。在整个反应中，由鸟氨酸循环合成1分子的尿素需要消耗4个高能磷酸基团释放的自由能，是一个耗能的过程。在哺乳动物体内，尿素易溶于水，毒性较小，在肝脏中形成之后即随尿排出体外。高等植物体内也存在着鸟氨酸循环的酶类，如精氨酸酶等，说明植物中也存在着鸟氨酸循环的过程，但其活性较低，主要的作用与精氨酸合成有关。另外，与动物将尿素排出体外不同，植物体内存在尿酶，可以分解和重新利用尿素中的氨。第二个部分是阿尔法酮酸的代谢转变。一方面，阿尔法酮酸可以直接合成新的氨基酸，因为阿尔法酮酸和糖代谢以及酯代谢的联系密切，因而可以向糖和酯进行转化，并最终也可以被氧化分解。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阿尔法酮酸向糖和酯的转化过程。根据氨基酸碳骨架的代谢合成途径，可将氨基酸分成升糖氨基酸和升酮氨基酸2类，其中升糖氨基酸可降解为丙酮酸、草酰乙酸、阿尔法酮戊二酸、琥珀酰辅酶 A 和盐胡索酸等糖代谢的中间物。升酮氨基酸在体内能转变为酮体，进入脂肪酸途径代谢，其分解产物为乙酰辅酶 A 或乙酰乙酸，最终进入脂肪酸合成途径。在图片中粉色标注的氨基酸为升糖氨基酸，而蓝色标注的为升酮氨基酸。注意，在20种氨基酸当中，只有亮氨酸是纯粹的升酮氨基酸，而异亮氨酸、赖氨酸、苯丙氨酸、色氨酸和酪氨酸是既